2025年的这个夏天，全球的目光曾一度聚焦在同一个名字上——龙树亮。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个名字伴随着一个听起来有些荒诞，却让无数人脊背发凉的预言，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风暴。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故事的开端是一场仿佛从天而降的末日预告。一个日本漫画家凭借一本20多年前出版的漫画被推上了预言家的神坛。他的书里有一则关于2025年夏季大海啸的梦境，描述得惊心动魄，以至于不少人把7月5日当作一个末日倒计时。当那一天平安度过时，人们松了一口气，调侃着预言不过如此，以为闹剧就此落幕。然而命运的笔锋一转，就在大家把这事当作笑谈时，一个真实而又意外的事件将这本被遗忘的漫画再度推到了风口浪尖。故事的真正高潮是在7月30日那个平凡的清晨。清晨7点25分，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或是赶着上班上学时，太平洋的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地点是遥远的俄罗斯勘察加半岛东方外海。一场规模高达8.8级的超强地震，以一种撕裂海底的力量撼动了整个地球。这能量有多大？它相当于数百颗原子弹同时爆炸，瞬间在海底的断层上划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短短几十秒内，太平洋板块的剧烈错动激起了巨大的水波，随之而来的是所有沿海居民最不愿听见的2个字：海啸。日本气象厅的警报声几乎是在地震发生的几分钟内就响彻了北海道到本州沿岸。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也对整个太平洋发出了最高级别的警告。手机警报的刺耳声在夏威夷、关岛甚至遥远的加州此起彼伏。一瞬间，太平洋沿岸的城市仿佛进入了战时状态，人们被告知要离开海边，撤离到高处避难。在慌乱中，许多人脑中闪过一个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这难道就是龙树亮预言中的那场毁灭性海啸吗？让我们把镜头拉近，看看这场灾难最初的模样。在正源附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这场强震是70多年来最强烈的一次。人们惊魂未定地从屋内逃出，看着摇摇欲坠的房屋，却不知道真正的威胁才刚刚开始。随着海底板块的剧烈错动，大片海水被骤然抬升又落下，海啸像一头被唤醒的巨兽，悄无声息地向四面八方推开。很快，在震央附近的千岛群岛与勘察加海岸海面忽然狂奔上岸，3-4公尺高的巨浪狠狠地冲击着沿岸小镇。在人口约2000人的塞维罗库里尔斯克，早上还平静的港湾瞬间成了汹涌的大河。海啸像一头银灰色的巨龙，咆哮着冲进陆地，吞噬了低洼区域的房屋，卷走了码头的设施。那情景就如同一幅漫画里才会出现的末日画面，然而这是真实发生的。所幸警报及时，居民们都疏散到了高地，但目睹这等场景，内心的恐惧难以言喻。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也在紧张关注着这头海中巨兽的动向。日本各地的防灾广播反复播放着预警信息，海啸即将来袭，沿岸居民务必迅速避难。在北海道根室市的花孝港，虽然只观测到了30公分高的第一波浪，但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第一波并不代表最大波。正如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初始波浪后还有更可怕的巨浪接踵而至。因此，日本政府不敢有丝毫怠慢，首相石破茂亲自出现在电视上，
严肃地呼吁国民，请所有身处太平洋沿岸的民众提高警戒，立即移往高处避难，不可掉以轻心。各地铁路停驶，学校疏散学生，许多人匆忙撤离家园，宁可大惊小怪，也绝不愿重蹈覆辙。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丝毫不敢懈怠。当消息传到夏威夷时，海啸警报响彻檀香山街头。在度假胜地威基街海滩，游客们收到手机警报，一队队人潮从沙滩奔向高楼。一位正在夏威夷度假的台湾女星事后惊魂未定地分享，那一刻真的以为在拍电影，大家拎着拖鞋狂跑回饭店，直奔4楼以上，好像背后有怪物在追。尽管最终夏威夷只观测到几十公分高的小浪，但这种逃难般的经历令游客们终身难忘。就连台湾本身也经历了一场紧张时刻，气象署罕见地发布了海啸警讯，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3次发布海啸警报。专家提醒，哪怕半公尺的浪一旦涌上岸，也有强大冲击力，足以将人冲倒。一时间，台湾沿海地区进入高度戒备，渔民停止出海，港口暂停进出。虽然最终台湾没有受到明显灾害，但这场跨越半个太平洋的有惊无险，让许多人不禁感慨大自然力量的可畏。当这场跨大洋的海啸警报响彻各国时，人们除了震惊，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既视感。这一幕我们仿佛在哪里听说过。没错，许多东亚人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名字——龙树亮。这位日本漫画家曾在他的作品《我所看见的未来》中描绘了一个关于2025年夏天的大海啸预言。他梦见日本与菲律宾中间的海域突然发生海底喷发和剧烈爆裂，紧接着巨大的海浪朝4面8方涌去，吞噬了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他甚至在梦境后记里写道，如果梦境会成真，那么下一次的大灾难日期就是2025年7月5日清晨。就是这一句话，为2025年的夏天笼罩上一层诡谲的阴影。自从2024年底开始，这个7月5日大地震的传言便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尤其是在华人圈引发了集体的焦虑。人们半信半疑，又忍不住去讨论转发，一时间7月5日仿佛成了末日代名词。许多人开始准备应急包，学习急救知识。香港甚至有旅行团因大量退团而取消7月初的赴日行程。龙树亮本人对这突如其来的关注也感到压力山大，他甚至出版了一本新书，希望亲自澄清传言。他解释道，梦见灾难的日期并不等于现实中灾难发生的日期，他只是分享梦境，从未想过做什么末日预报员，呼吁大家理性看待。在7月5日那天，全日本、全世界都在侧目。当时间走过凌晨，什么也没有发生。社群媒体上充满了松了一口气的玩笑。太好了，我的末日逃难包白准备了。一场虚惊看似就此落幕，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预言的日子过去了，但7月的考验似乎才刚开始。就在大家慢慢把7月大灾难当作茶余饭后笑谈时，7月末的这场真实强震与海啸让所有人再度惊出一身冷汗。虽然发生时间不是5日，而是30日，地点也不是他梦中的日本南端海域，而是远在北方的俄罗斯外海，但时间点对得上，都在7月下旬。事件性质对得上，都是大地震引发海啸。如此巧合，难怪许多人立刻联想到龙树亮的预知梦。那么，这场俄罗斯强震海啸到底算不算应验了龙树亮的预言？对此，不同立场的人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支持预言的人认为，该来的还是来了。虽然没有刚好落在7月5日，
但龙树亮自己也说过，梦中日期未必就是现实日期，只要在这个月出了大海啸，都可以视作预言成真。他们甚至觉得这是老天有眼，把灾难偏移到了人烟稀少的俄罗斯远东，而不是人口稠密的日本近海，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他们坚信龙树亮的梦境虽有差池，但大方向是准的。然而冷静的科学声音则提出许多质疑与反驳。首先，地点不符。龙树亮梦中的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域在地质上并非主要断层交界处，而这次地震发生的勘察加半岛外海正是著名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一部分，历史上多次产生特大地震。换句话说，这里本来就是高危险地带，此次出现强震虽然惊人，但也意料之中。其次，规模不符。龙树亮梦中的灾难场景极为夸张，30公尺级的海啸，版图改变，毁天灭地。而今天发生的虽是8.8级强震，但引发的海啸远未达到那种世界末日级别。除了震源附近的港口被淹，其他各国基本只受到几十公分到1-2公尺的浪高影响。日本沿岸迄今无重大灾情传出，可以说这次是一次严重但有限的灾害，与预言中整个东亚翻江倒海的剧本并不相符。最后，科学界普遍认为这次事件纯属巧合，巧在时间，但本质上跟预言的来龙去脉毫无关联。正如专家所说，与其说预言准确，不如说刚好撞上了地球活动频繁期。而且，回顾龙树亮的预言历程，精确命中的只有2011年那一次，其他的梦境多数是事后牵强附会。311大地震的月份年份都对上，实属小概率巧合，但要连续在特定年月预知第2次，其难度和概率都近乎0。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预言是否准确，它都在社会层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无论是相信也好，半信半疑也罢，许多人因为它而行动了起来。有人在家中备好了紧急避难包，有人学习了急救知识，各地政府也趁机宣传防灾手册，组织海啸避难演练，提升了社区的应变能力。这些努力，即便灾难没照剧本来临，也不会白费，因为地震海啸迟早还是会来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现在，随着时间推移，俄罗斯那场强震的余震还在持续，但规模渐趋减小。日本沿岸的海啸警报也将陆续解除，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但留在许多人心中的疑问，恐怕不会这么快散去。龙树亮预言中的终极海啸，到底还会不会来？也许有人依然深信不疑，认为这次俄罗斯地震只是序曲；也许有人已经完全释然，觉得预言不够如此。但更多的人则在科学与玄学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不完全相信，但也不敢完全无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往往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预言、谣言、占卜、星象，我们见过多少末日预言，绝大多数最终都被证明是乌龙一场。但每当新的预言出现时，仍旧有人前仆后继地去相信，仿佛他们能给混沌的未来带来一丝可把握的线索。龙树亮的梦境故事正好击中了这个心理弱点，一幅幅震撼的漫画场景，配上明确的日期，让人很难不去在意。只不过，大自然并不按照任何人编写的剧本运行。总而言之，7月大海啸的预言算是告一段落了。一场发生在远东的强震，为这段闹得沸沸扬扬的预言传说画下耐人寻味的句点，或者说逗点。支持预言灵验的人可以说，你看，还是出了大地震吧。理性怀疑的人则会指出，但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啊。真相或许只有时间能给出。
我们庆幸今天度过的只是有惊无险的一天，但也应汲取教训。与其等待预言，不如未雨绸缪。日本未来依旧有可能发生大地震，但那取决于地壳应力的积累与释放，非任何人所能确知时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平时做好一切准备，保持警觉但不恐慌。当预警响起时，快速反应；当谣言传来时，理性求证。最后，再回到那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龙树亮预言中的海啸，真的要来了吗？依照目前情况看，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有见到他梦里那毁灭性的末日巨浪。今天的强震海啸固然严重，但远未达到颠覆世界的程度。或许那可怕的2条巨龙永远只会存在于梦境中，但不可否认的是，2025年的这个夏天，龙树亮的梦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一度变得模糊。现实没有演变到最坏，却已经让我们见识了自然的威力。在这模糊的交界处，我们既要心怀敬畏，也要保持清醒。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地球仍将不时颤抖，大海仍有可能掀起巨浪。我们或许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面对，是陷入预言带来的恐惧，还是化恐惧为力量，做好准备守护自己和家人。答案就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让我们带着这次经历的启示继续前行，愿往后的日子灾难远离，但防范之心不懈。谣言止于智者，科学伴随我们同行。当下一次再有人谈起某某预言将有大难临头时，不妨想起今年7月的这一幕，淡然一笑，检查一下自己的防灾包是否准备好了，然后坦然地过好每一天。因为无论预言是否成真，脚踏实地，敬畏自然，永远是我们在这不确定的世界上生存的最佳法宝。安全与否，不在星象，不在梦境，而在于我们的理性与行动。